很多比较大型一点的工地在施工时总会请来一些看似并不科学的人士到场，他们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各种奇怪又独特的建筑构造，是为了美观还是内涵玄机？某乎上一条名为“你在工地上遇到过哪些科学难以解释的诡异事件”的帖子，讲述了众多网友亲身经历的工地怪事。吧主王叔首先讲了很多网友猜测的问题，比如打生桩、工地出事后会怎样的事件。王叔称，现如今怎么可能还存在打生桩之类的事？至少最近30年以内不可能存在，任何工地都绝对不可能存在。不要说那么大一个人给埋进去，哪怕是一件衣服掉进去，都有可能造成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机器损坏。况且现如今的科技那么发达，就不存在打不进去的桩。不过自己曾经听父亲说过一件关于工地建设的怪事，直到如今那件事都令自己的父亲后背发凉。11下方暂称其为王博。王叔的父亲曾经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建筑工人，在2009年左右时，跟随熟悉的包工头参与一座比较豪华的小区建设。其实对外都称这座小区豪华，然而也只有参与建设的工人们和老板才了解内幕。小区房地产老板投资了不少的钱去打造其豪华程度，但是最重要的地势却并不好，地皮也相对应的很便宜。他在刚开始建设时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园，房地产老板也很直接，这里的房子就是卖给富人的，体验世外桃源一般的度假感。然而起初刚开始施工时便频发怪事，挖基槽的时候挖出了很多老一些的坟，看上去该是清朝的不算太老的墓地，但是这一处区域从古至今也没用找到任何墓地的记录。房地产老板对于这些说实话比普通人更为在意，赶忙托关系找到了市里的专家来检查一番，也是为了防止这里万一挖出什么古墓之类造成了破坏而沾染上麻烦。专家看后也说了没啥事，也就是一些近古代老百姓的群墓，没有任何考古和保护价值。房地产老板听后也松了口气，施工也就继续开始了。小区基槽开挖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事故，工程进展很顺利，按期完成了基槽。后来很快便开展了打地基的工程，这算是一个很长久的工程了。与此同时，接连不断的怪事也接踵而至。因为地区还算是比较偏僻，所以参与施工的工人都住在临时搭建的铁皮房里。包工头对手下的工人也很好，每天都会从市区带来不少的伙食和解乏的小酒。王博有天和工友们吃饭，大家一时兴起也都喝了不少。夜幕降临后，大家也都沉沉的睡下了。半夜时，王博准备出去上个厕所，借着微弱的手机灯光便下了床。这时发现住在下铺的工友老李不见了，王博也没在意，想着应该也是出去上厕所了。走出门，王博便随处找了块空地，随后呼喊了2声老李，结果没有任何回应，自己也没多想，急匆匆地跑回床上休息了。直到第二天一大早，王博被一声尖叫声吵醒，大家赶忙跑出门外，结果不远处便看到了恐怖的一幕。工友老李衣衫褴褛地瘫坐在不远处，头上有些许干涸的血迹。最令人头皮发麻的是，老李的眼睛还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很快，负责人和包工头便赶来此处，经过警方检查后，也确认了已经死亡，死因是喝多了半夜不慎绊倒摔到了头部，而老李本身便有一些头部老毛病，这一摔便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事后工程负责人给了老李家人一大笔钱，老李家人也没有追究任何后续。可是在场的所有工人都亲眼所见，老李那双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他究竟看到了什么？事后包工头给在场的所有工人都包了一个红包，并且全体休息3天，意思也很明确，就是让你保命。休息结束后，工人们又开始了地基的工程，然而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好多起事件，导致3名工人意外身亡。具体的内容比较恐怖，11就不在这多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原帖。后来工人们也人心惶惶，大家都不太敢继续施工了。最终无奈，房地产老板托朋友找到了一位香港的大师前来看看，而这位大师早在施工初期就来过一次。那时大师看后称，原来这处是清朝的墓地，东边是一个高中学校，南边是市医院，西边暂时没被开发，背面是一个城中村，也几乎是一片废墟了。风水虽然并不好，但是好在此后这处建设的是居民楼，阳气足够多。不过最终还是建议小区的配套设施一定要多加些亮化设备。然后这接连不断的怪事，却不得不怀疑哪里有问题。这次大师看后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大致原因便是这处区域的一些古坟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导致工人频发事故。随后大师不知做了什么法，最后给房地产老板制定了一些规则，便离开了。后续的施工中果然顺利了很多，虽然也3天2头会出现意外事件，但是却没有发生过任何大事故了。后来此小区房地产老板特意给包工头一张图纸，
要求在小区正门口建立一个喷泉，然而造型却十分奇特，类似于一个八卦图，上面的喷泉如同8根香一般。小区也特意改了一个名字，明里暗里蕴含着风水2字。建成后，房地产老板耗费巨资进行宣传，且周边配套设施建设的也是很豪华，一时间也是吸引了众多富人前来购房。但是该小区入住后也不太平。王叔表示，或许是因为消息封锁得很厉害，但是据自己所知，这个小区从开工到结束，至少意外事故40几起。视频最后，王叔列举了这些年里此小区发生的事故，实一在这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看看截图。屏幕前的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工地上发生过的什么怪事吗？